草包不可怕，就怕草包有权力。一个没有权力的草包，充其量干一点蠢事；一旦草包有了权力，就能干出常人干不出的蠢事。如果草包有了绝对权力，那么他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蠢事。张学良这个人所共知的绣花枕头，如何能干出惊天动地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呢？当然并非他有能力，只是因为他手中的绝对权力。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富家公子草包将军张学良是如何被毛泽东耍得团团转，以及他所制造的西安事变，又称双12事变。要说西安事变，我们还得从东北时期的张作霖说起。张作霖时代的东北有两股外国势力，一股是苏联，一股是日本。张作霖在东北虽然是亲日派，但他亲日是为了利用日本来平衡与苏联的关系，达到巩固自己实力的目的。日本方面要的是绝对服从的代理人，当他们发现张作霖不听话的时候，便谋害了张作霖。这就是在两股强大势力面前玩平衡的代价。做领导需要驯服下属，让下属的才能为我所用，而张学良上位后不久就杀害了重量级智囊杨宇霆。缺乏政治智慧的他强行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最终和苏联撕破了脸，打破了东北日本苏联势力的平衡。原本对苏联势力有所忌惮的日本发觉苏联已无任何支持张学良的可能后，很快就在1931年把张学良撵出了东三省。张学良从此被国民封为不抵抗将军。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2个师之后，被逐出东北的张学良这才看清国民政府只是想利用他的东北军。张学良虽然是个草包，但他不是傻瓜，自己的队伍这样下去迟早打光，他必须想办法走出这样的困境。东北军人也想打回老家去。1936年11月间，张学良退到关中。此时的共产党经过长征之后来到陕北，整个队伍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没有足够地盘补给，国民党依然没有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共产党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毛泽东苦于没有机会改变不利的形势，而张学良的遭遇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间隙被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了。在他看来，张学良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于是由毛泽东担任总策划，周恩来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一场大戏拉开帷幕。周恩来通过已被策反的张学良心腹万亿与张学良搭上线。后来万亿官至共产党中将，这是后话。毛泽东先后派李克农、刘鼎和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合作大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蒋介石的。毛泽东曾笑称这是一桩空买空卖的生意，所谓空买空卖就是空手套白狼。他为征得苏联的同意，就以苏联代理人自居，同张学良表示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角联盟，许诺苏联会支持这个联盟。毛泽东说，莫斯科支持中国抗日，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军火援助。当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苏联更会加大援助力度。张学良在丢失了东北后才后知后觉，苏联势力固然可恨，但同时也是可以利用的。于是毛泽东假传圣旨，对自己身后的苏联的支持进行了一番吹嘘后，又对张学良进行一番吹捧和鼓动，话都说到了张学良心坎上。绣花枕头张学良听了这几个人精的一番吹捧和计划，喜不自禁，甚至邀请刘鼎住进张学良公馆。此时的张学良在蒋介石手下看不到希望，而一旦傍上苏联，他就能当上西北王。如果苏联能如同援助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那样援助他，飞机大炮滚滚而来，那么像毛泽东描绘的那样，他将立于不败之地。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借苏联强大武力自保，像满洲国一样，民国政府对他也无可奈何，进而可以向东开疆拓土，席卷华北乃至江南，甚至还可以与苏军共同向日本人开战，收复东北，统一全国，风风光光地当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张学良甚至申请加入共产党，
至于他是否被批准入党，则是一个历史谜团。毫无政治头脑的张学良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或许是抽大烟损伤了大脑的缘故，张学良就沉浸在这样美好的幻想之中。他忽视了共产党只是苏联的小弟，并不能真正代表苏联。张学良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和苏联搭上线，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了共产党。话又说回来，即便苏联真的答应支持张学良，苏联也有反悔变卦的可能。而共产党则拿着张学良和他30万的东北军进行了一场豪赌。在这场豪赌中，无论胜负，共产党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毛泽东的谋划是由张学良与杨虎城向南京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蒋介石政府自然不会答应，然后以蒋介石不抗日为借口，在西安组织一个反南京的西北国防政府。毛泽东在同张学良联系的时候，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毛泽东不仅同张学良联系，还抓住其他军阀的心理对症下药，以苏联独家代理的身份同西部其他军阀联系，向杨虎城保证国际援助不成问题，向宋哲元吹嘘国际联系已有把握，苏联之援助足以自为抗日之用，向阎锡山保证可以给他做媒联系苏联。连远在四川的军阀刘湘也向中共靠拢，他对中共密使冯雪峰等人表示，只要苏联之路可靠，他一定加入西北联盟。西北大联合有了东北军、西北军、盛世才的军队以及红军作为武力基础，而且有可能争取到山西阎锡山、华北宋哲元乃至四川刘湘的响应。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陈明书、蔡廷锴、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也都先后和共产党有过秘密接触，万事俱备，只欠苏联点头。张学良一时冲动的搞西安事变，是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的。当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紧锣密鼓的谋划联合时，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虽然来之前就收到情报说东北军通共，但蒋介石坚信张学良不会通共。他此次来西安本想进行一次振奋士气的督战，却一不留神成了阶下囚。1936年12月12日中午，毛泽东在窑洞里收到了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是：张学良曾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以将蒋介石及其亲信软禁，不达目的不止，并立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收到电报时，多疑的毛泽东完全不相信，直到多方确认，他才确信张学良干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毛泽东大喜过望。朱德和张闻天都表示要张学良处决蒋介石，毛泽东则狂笑不止，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杨虎城去打头阵。很快，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张国焘在商讨后做出决定：一、致电张学良表示保证今后行动为张学良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3人为代表飞赴西安。狂喜的毛泽东亲自起草稿件，致电莫斯科，指出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将积极推动张杨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在毛泽东看来，莫斯科会如他所承诺的全力支持中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的计谋就大功告成。张学良向延安多次发电报，对如何处理蒋介石十分犹豫，尤其是顾虑南京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则在反复的回电中对张学良大拍马屁，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说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张闻天和朱德建议开门见山的要张学良处决蒋介石，而毛泽东则说他发的电报已经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处理蒋介石，但在文字上绝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把柄的。这个沙子最好不要从共产党嘴里说出来。况且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共产党的话，对共产党一点疑忌都没有吗？毛泽东在电文里说：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
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毒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事实证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的确比朱德和张闻天高明，做事情给自己留下很大回旋余地。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都对莫斯科施加压力，苏联表示这是日本的阴谋，事先并不知情，并不赞成这样做。莫斯科于12月13日给毛泽东回电，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电报说，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张学良的身边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制造中国的混乱，如果听任其发展，日本便可坐享渔翁之利。苏联绝不会被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只是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坐了个过山车，本想浑水摸鱼的他，完全没料到苏联会只是放了蒋介石。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从前我们向张学良、杨虎城说苏联会支持我们，现在又要说苏联要释放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他们在窑洞里商讨了一夜，虽然他们十分不情愿，但如果他们不听从莫斯科的指示，不仅得不到苏联的支援，而且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严重。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服从莫斯科的指示。12月13日，张学良急切地问周恩来，莫斯科有没有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态度怎么样？周恩来告诉他说，苏联大概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顿时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出卖了。之前共产党一直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骑在老虎背上，中共临阵脱逃，他异常愤怒。苏联自始至终从未承诺过支持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只是毛泽东自作聪明，以为来个3缺1，结果那一个就是不来。这个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没有办法玩下去。善于言辞的周恩来只得百般解释，说这是共产党没想到的事。苏联面临各国外交的压力，也有他的苦衷。中共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来担当一切。现在事情已经这样，绝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起共进退才有希望。周恩来不愧是浙江师爷后代，几句花言巧语就打动了花花公子张学良。周恩来进而表示，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介石。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介石谈判，如果蒋介石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于是周恩来和张学良开始商定如何优待蒋介石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除了苏联的反对，当时的形势也让张学良他们不得不放了蒋介石。如张学良顾虑的，南京方面的大军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全国各方实力派纷纷给张学良发电报，劝张学良息事宁人。在内外环境的推动下，张学良不得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张学良对蒋介石说，委员长的一位老部下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周恩来当即步入蒋介石住室内，毕恭毕敬地向蒋介石敬礼，并称蒋介石为校长。蒋介石起初板起脸不予理会，但周恩来毫不在乎，他坐下来慷慨陈词，说中共绝无不利于校长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拥护蒋介石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蒋介石态度缓和后，又与蒋介石略叙家常，还说到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周恩来对蒋介石始终保持恭谦的态度，让蒋介石十分满意。12月25日，周恩来和张学良站在一起送行。蒋介石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张学良突然说：“我送委员长。”便不上飞机登机起飞了。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学良事先没有任何的安排。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军人在失望之余，迁怒于周恩来，说他害了他们的少帅。他们拿着枪械，在一个会场中向周恩来质问他们的少帅哪里去了，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介石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
以前共产党说苏联会援助，结果完全是谎言。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凶多吉少，要罪魁祸首周恩来负责。不得不说，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估计要面红耳赤。但共产党人周恩来面临这种险境，再一次展现了在中国搞政治需要的基本素质，那就是脸皮要厚。脸皮厚加上一流的辩才，就是优秀的政治家。周恩来态度镇静地向会众说明，张少帅跟随蒋介石去南京实属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会陷入危险，东北军也会完蛋。但如果我们团结一致，蒋介石对我们的力量有所畏惧，定然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恩来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发誓，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绝不让少帅和东北军受害。暴躁的东北军人们听周恩来分析的头头是道，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退下。从此西安事变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领张学良从此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摇身一变成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中共则一面与南京方面进行谈判，一面继续联络各派反蒋军阀，双管齐下来逼蒋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等不仅成为中共与南京谈判的筹码，也成了逼蒋抗日的追随者。共产党成为西安事变的唯一受益者，剿灭共产党的战争事实上停止了。共产党不仅转危为安，陕北苏区也随之扩大，延安时代自此开始。后人说张学良是绣花枕头，是一点没有冤枉他。张学良在搞兵变之前，东北军的元老于学忠和王以哲问他，把蒋介石抓起来，他不同意抗日怎么办？抓了蒋介石准备杀还是放？杀了的话怎么收场？放的话怎么放？张学良竟然怔了一下，说先抓起来再说。张学良在没有任何计划和应对方案的情况下鲁莽行事，利用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将蒋介石扣押。蒋介石作为当时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政见不合，都不应该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所谓的兵谏实际是造反，放在前朝这是株连九族的罪行。张学良最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很难说不是一种悔悟的表示，同时也说明他对张杨共的三角同盟失去了信任。1936年，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1956年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称赞张学良为千古功臣。